欢迎收看 Agent 创世纪对前沿科研的深度解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揭示了大脑防止记忆混淆的关键机制。这项工作证实，前额叶皮层不仅负责思考，它还直接调控着海马体的记忆整合过程。通过特定的神经通路，大脑在不同记忆之间建立了严密的组织边界。大脑对记忆的组织遵循一套严格的时间逻辑。当两个事件仅间隔5小时发生时，海马体会通过重叠的神经元活动将它们自动整合。然而，一旦时间间隔延长到7天，时间细胞的分化机制就会启动并强制隔离记忆。这种差异化编码确保了时间相近的经历能被关联，而长期记忆之间则能维持清晰的边界。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上的这项突破，正是为了寻找背后的记忆指挥官。UCLA 的研究团队通过活体小鼠实验，发现了一个跨越腹内侧前额叶 VMPFC、内侧内嗅皮层 MEC 以及海马体 DCAE 的长程控制网络。正是这条复杂的信号传输路径，决定了大脑何时该拼接新旧记忆。大脑整合记忆遵循一套严密的时空法则，新旧记忆能否融合，取决于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相似程度。实验结果显示，即使间隔5小时且环境不同，或者间隔7天，但环境相同，大脑都会倾向于融合记忆。只有当时间跨度达到7天，且环境完全改变时，系统才会强制启动隔离机制。这构成了防止记忆混淆的关键边界。通过 3D 曲面图可以更清晰地量化这一过程。记忆融合的概率随着时间流逝和环境差异的增大，呈现出显著的指数级下降。在长达7天的观测中，当差异达到临界点，融合概率会迅速跌入低谷。这种机制充当了大脑的防御盾牌，有效防止了无关记忆之间的错误串联。为了捕捉记忆缝合的瞬间，研究团队动用了强大的实验技术组合。他们利用 UCLA 开发的微型显微镜，能够同时追踪上千个神经元的实时活动。再结合化学遗传学和光遗传学手段，研究人员可以像操作开关一样，在毫秒级别精确开启或关闭特定脑区，从而深入观察大脑底层的运行逻辑。在观测中，腹内侧前额叶 VMPFC 展现出了指挥官的角色，它专门负责处理长周期的复杂信息，尤其对跨度较长的记忆非常敏感。显微镜数据显示，当小鼠在7天后接触新环境时， VMPFC 区域的神经元会爆发出异常强烈的活跃信号，暗示它正在积极介入远距离记忆的管理。这种活性的反差揭示了 VMPFC 的守门员机制。当记忆间隔仅为5小时时， VMPFC 处于静息态，默许记忆自然融合。但当时间跨度拉长到7天，波形图显示其活性会剧烈飙升，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这表明 VMPFC 会主动识别时间久远的事件，并阻止它们被错误地拼接到一起。为了验证这一指挥官职能，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极端的压力测试。他们利用化学遗传学技术，在第7天小鼠探索全新场景 B 时，精准关闭了 VMPFC 的功能。在此期间，小鼠在环境 B 中会受到轻微电击，目的是观察在缺乏前额叶调控的情况下，大脑是否还能将这7天前的安全记忆与当下的负面记忆彻底分开。实验结果令人震惊，一旦 VMPFC 离线，原本应该清晰隔离的两段记忆发生了严重的错误缝合。柱状图显示，抑制组小鼠即便回到7天前那个完全安全的环境 A， 也会表现出极度恐惧。这种由于指挥官失联导致的异常串联证明， VMPFC 对于维持记忆之间的正确边界至关重要。VMPFC 虽然是最高指挥官，但它位于大脑最前端，与深层的海马体物理距离遥远。为了弄清指令如何下达，研究团队进行了全脑级别的 CFOS 活动映射扫描。通过分析不同脑区间的同步响应，他们试图在大规模神经热力图点阵中揪出那个负责传递控制信号的关键中继站。在筛选了数十个候选脑区后，数据最终锁定了内侧内嗅皮层 MEC。作为海马体的核心大门， MEC 的活性直接受控于 VMPFC。实验观察到，当人为关闭前额叶指令时， MEC 的活性也随之出现断崖式下跌。这证明了 VMPFC 正是通过 MEC 这一关键节点向海马体下达记忆组织的管理指令。这种控制并非间接影响，而是通过物理上的专线实现的。逆向追踪荧光实验提供了确凿证据，证实 VMPFC 的神经元直接伸出轴突，
跨越长距离物理连接到了 MEC 深处。显微照片中清晰可见的发绿光神经纤维，证明了这条从前额叶直达内嗅皮层的物理通路确实存在。为了进一步确认这条通道的不可替代性，研究人员使用交叉病毒技术，特异性地掐断了 VMPFC 与 MEC 之间的这一根连接线。结果发现，即便前额叶其他功能完好，仅这一条专线的切断就会引发严重的记忆错乱。这证明该通路就是大脑调控记忆组织的核心网线，其功能缺失足以导致原本隔离的记忆发生灾难性重合。当我们深入微观视角，可以看到信号最终抵达了海马体背侧的 DCA1 区域。在这里，记忆表现为具体的印记细胞集群，每一段不同的经历都由一组特定的神经元群组负责记录。正常情况下，记忆 A 的紫色点阵与记忆 B 的蓝色点阵各司其职，互不干扰，确保了记忆的精确性和独立性。所谓记忆重叠的物理真相，其实是细胞分配机制的失效。实验发现，当专线通路被抑制后，原本负责记录记忆 A 的细胞会被异常点燃，转而去记录相隔7天的记忆 B。数据表明，此时两个细胞集群的重叠率会呈爆发式增长，同一批细胞被迫同时承载2件无关的事，这便是记忆在物理层面发生融合的直接原因。为了实现这种精准的分配，大脑内部存在一套类似选秀的机制。记录新体验的细胞并非随机产生，而是由 VMPFC 下达的高维指令提前圈定的。这种指令光束会改变特定底层候选细胞的兴奋度，赋予它们记录新记忆的资格。这种基于先前经验的预先干预，保证了记忆存储过程的有序性，避免了底层资源的胡乱挤占。数据的量化实证进一步坐实了分配模式的彻底改变。在正常对照组中，海马体前 10% 活跃细胞的招募比例仅为 3% 到 12%。然而，一旦干预了前额叶控制通路，抑制组的这一比例竟然疯狂飙升至 88%。这意味着高层指挥官一旦失灵，底层最活跃的细胞会由于选拔机制混乱被不加区分的大规模招募，从而强行把新旧记忆绑在了一起。在执行层面上，研究人员锁定了海马体 SLM 层的 NGF 抑制性神经元，这些细胞充当了记忆系统的刹车片。当接收到来自 MEC 的输入信号时， NGF 细胞会通过发射抑制性信号，压制周围那些本不该被激活的普通细胞。这种局部的抑制作用至关重要，它能防止不同记忆集群之间出现过度重叠，从而维持记忆的独立性。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连锁反应。当前额叶 VMPFC 指令断绝时，中继站 MEC 会随之失去活性，进而导致 NGF 细胞这个刹车片彻底松开。这种局部解除抑制的状态会让原本不该兴奋的神经元被错误点燃，最终结果就像刹车失灵的赛车，不同时间维度的记忆会发生剧烈缠绕与肆意融合。至此，大脑管理记忆的终极链路清晰可见。这套3级回路以时空维度为输入，通过 VMPFC 进行逻辑判断，由 MEC 传递中继信号，最后在海马体 DCA1 区域依靠 NGF 细胞精准执行。这种层层递进的控制体系决定了记忆是维持整齐的隔离状态，还是相互交织的融合状态，从而构建了人类经验的秩序。当这套3级回路的控制链路发生衰退，记忆的秩序就会随之崩塌。从健康大脑的秩序井然到病态脑网络中的信息串联，这种机制失效与阿尔茨海默症、PTSD 以及精神分裂症的症状高度相关。未来的治疗思路或许就在于如何修复这根连接前额叶与海马体的网线。感谢观看 Agent 创世纪，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颠覆性的科研成果。